四大觉醒之路是由唐·米格尔·鲁伊斯 Don Miguel Ruiz 所著的一本畅销书。该书提出了4项基本原则，被称为4大协议 The Four Agreements。 这些协议是一种实用的生活指南，旨在帮助人们实现个人自由和幸福。以下是这4大协议的详细描述。语言的魔力。第一个协议是让你的言论保持清洁，它强调要避免使用对自己或他人有害的语言。鲁伊斯认为，语言具有强大的力量，能够影响我们的思想、情绪和行为。通过避免使用负面、毒性的言辞，我们可以创造更积极、和谐的生活，不把事情个人化。第二个协议是不要把事情往心里去，这意味着不要将他人的言行视为针对个人的攻击。鲁伊斯指出，他人的行为往往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观点、信仰和情感，与我们无关。通过不将他人的行为个人化，我们可以减轻情绪负担，更好地保持内心的平静。不做假设。第三个协议是不要做假设。鲁伊斯认为，我们经常因为对他人的行为进行主观的猜测和假设而导致误解和冲突。他建议我们要勇敢地向他人询问问题，以明确和理解彼此的期望，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尽最大努力而为。第四个协议是尽力而为，鼓励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做到最好。鲁伊斯认为，只有尽力而为，我们才能克服恐惧，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他提倡，在一切事情中都要尽力而为，不为成功或失败而担忧，只专注于过程。这4个协议构成了4大觉醒之路的核心内容，提供了一种实用的生活哲学，以实现个人自由、幸福和精神平静。通过遵循这些协议，人们可以建立更积极、健康的人际关系，同时在生活中取得更多的成功和满足感。第一个协议，语言的魔力，是4大觉醒之路中的重要原则之一，强调言辞的力量以及如何通过保持清洁的言论来创造积极的生活。以下是对这个协议的详细描述。语言的魔力，原则概述。人们常常低估了语言的力量，不仅能够影响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还能够塑造他人的认知和体验。负面的言辞不仅伤害他人，也会对说话者自己产生负面影响。相反，积极的言辞有助于建立积极的情感氛围。关键思想和行为，避免使用毒性言辞，强调避免使用带有攻击性、贬低性或伤害性的语言，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意识到言辞的力量，确保用言辞来建立连接和理解，而不是创造分裂和冲突。用言辞塑造积极思维，学会用积极、鼓舞人心的言辞来激发自己和他人的积极思维。意识到消极的言辞可能会引发负面情绪，而积极的言辞则能够激发希望和积极的行动。倾听和理解，重视倾听理解言辞背后的意图，而不是仅仅回应表面的文字。学会表达自己的观点时要清晰、真实，同时尊重他人的观点，言行一致，确保言辞与行为一致，避免言辞上的虚伪和行为上的矛盾。通过一致的言辞和行为来建立信任和可靠性。实践建议：自我觉察，不断审视自己的言辞，注意是否存在负面或毒性的语言，意识到言辞对自身情绪和他人关系的影响。积极表达，学会积极表达想法和情感，用建设性的方式沟通。遇到冲突时，
尝试用冷静而积极的言辞解决问题。尊重他人，尊重他人的言辞，即使意见不同，也能以平等和尊重的态度交流，避免使用伤人的言辞。即便是在激烈的争论中，通过遵循语言的魔力这个协议，人们可以更好地利用言辞的力量，创造积极的生活环境，建立更健康、积极的人际关系。第二个协议，不把事情个人化，强调了避免将他人的言行视为对个人的攻击，并学会以一种更客观的方式看待他人的行为。以下是对这个协议的详细描述。不把事情个人化，原则概述。人们经常会将他人的行为视为对自己的评价或攻击，而这种个人化的观点可能导致不必要的情感负担和冲突。协议的核心理念在于明确认识到他人的行为往往与自身无关，而是反映了他们自己的信仰、价值观和情感状态。关键思想和行为，认知行为的动机。理解他人的行为往往是受到他们自己的动机、背景和情感影响，而非对个人的直接攻击。避免过度解读他人行为，尤其是将其个人化，不以他人为中心。意识到世界并非围绕着个体转动，他人的行为不一定是为了对自己产生影响。改变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理解每个人都有独立的需求和动机，保持客观，努力以客观的眼光看待他人的行为，避免过于情绪化或主观解读，将冲突或问题视为客观事件，而非个人攻击。培养同理心，尽量理解他人的感受和动机，而不是过度解读为对个人的伤害。通过培养同理心，建立更加理解和尊重的人际关系。实践建议：深入了解他人，在发生冲突或不解时，尽量了解他人的背景、信仰和情感状态，以更全面的方式看待问题，避免基于片面信息对他人下判断。调整观点，在面对他人的行为时，主动调整个人观点，避免过于敏感或自我为中心。意识到他人的行为可能是出于他们的独立动机，以冷静态度回应。在遇到令人不悦的言行时，保持冷静的态度，不要过于情绪化，将冲突看作是解决问题的机会，而非个人攻击的反应。通过遵循不把事情个人化这个协议，人们能够减轻自己的情感负担，建立更加理解和尊重的人际关系，同时更好地应对各种人际挑战。第三个协议，不做假设，强调了避免基于主观臆断和猜测来理解他人，而是通过直接的沟通和询问来获得真实的信息。以下是对这个协议的详细描述。不做假设，原则概述。人们常常倾向于根据个人经验和信仰来做出关于他人动机和意图的假设，而这可能导致误解和冲突。协议的核心思想在于鼓励开放的沟通，避免主观猜测，通过直接询问和表达来获得准确的信息。关键思想和行为，明确沟通，学会通过直接而清晰的沟通来获取信息，而不是基于猜测和假设。意识到猜测和假设可能导致误解，而直接沟通有助于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勇敢提问，勇敢地提出问题，以确保对他人的意图和动机有清晰的理解，避免假设他人的思想和感受，而是直接询问以获取准确信息，避免猜测动机。意识到人们的动机可能是多样化的，不要基于猜测对他人的动机进行过度解读。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背景和原因，不要过于假设他们的想法和行为，谨慎评估，
在缺乏足够信息的情况下，谨慎评估他人的行为，避免过早下结论。意识到自己的观点和经验可能是有限的，不应该成为评估他人的唯一标准。实践建议：学会表达，学习如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以避免他人基于假设误解自己。提倡开放的沟通文化，鼓励他人直接表达他们的感受和期望，确认理解。在重要信息和决定上，确保双方对沟通的内容有共同的理解，避免误解。经常进行反馈，确认信息的准确性，接受不同观点，尊重和接受他人可能有不同的观点和动机，不要过早断定。意识到多样性是人际关系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所在。通过遵循不做假设这个协议，人们能够建立更加真实、开放的沟通方式，减少误解和冲突，同时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和尊重。第4个协议，尽最大努力而为，强调了在生活中努力追求目标，克服困难，同时接受结果不确定的现实。以下是对这个协议的详细描述：尽最大努力而为。原则概述：该协议鼓励个体在追求目标、处理问题或面对挑战时，付出最大的努力，同时接受一切可能的结果，包括成功和失败。尽管结果不确定，但关键在于在过程中充分发挥个体的潜力和能力。关键思想和行为：专注过程而非结果，着眼于努力和行动本身，而不是过度关注最终结果。意识到努力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而不仅仅是为了取得成功。克服恐惧和犹豫，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勇敢面对恐惧，克服犹豫，积极行动。意识到恐惧和不确定性是成长和学习的一部分，不为失败担忧，尽管结果可能包括失败，但不要因此而停滞不前。接受失败是成长和学习的一部分，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实现个人潜力，确保在每个行动中都充分发挥个人的潜力，追求更高的目标。意识到过程中的成长和发展是一种宝贵的经验。实践建议：设定可行目标，制定具体、可行的目标，使其成为激励个体付出努力的方向。将目标分解为小的、可操作的步骤，以便更容易实现。接受不确定性，认识到生活中充满不确定性，而不是试图掌控一切。学会接受失败和挫折，并从中学到重要的教训。积极行动，不要因为恐惧或不确定而犹豫，积极行动。意识到只有通过行动，个体才能发现新的机会和可能性。持续学习，将每一次尝试都视为一个学习的机会，不论成功与否。不断调整和改进方法，以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效率。通过遵循尽最大努力而为这个协议，个体能够更积极主动地面对生活的挑战，不因失败而气馁，而是将其视为成长和学习的机会，从而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经验。